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加茂古真纪女士所著的《带着爱做家务，让金钱与幸福自在流动》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金钱与幸福的关系；第二，支出就是爱；第3章，循环的金钱与幸福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金钱与幸福的关系。金钱到底是什么呢？对许多人来说，它往往意味着想要更多，也是让人烦恼、痛苦的不够感的来源。这大概就是现代人心中金钱的样子吧。因此，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下缺乏的感觉。所谓缺乏，其实是从需要开始的概念。但事实上，你所需要的东西，早已存在于您的生活中。试着带着这样温暖的提问，重新审视现在的生活。我需要的一切，是不是早已在身边了呢？因为如果故事从缺少开始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总会觉得不够。相反，如果从已经满足开始，无论处于何种状况，都能感到充盈。即便如此，如果您依然觉得不够，觉得买不到所需之物，请相信，您正站在一个巨大的机会面前。如果您总觉得钱不够用，其实是一个转换观念的机会。这里的观念，是指面对眼前的事情时，自己选择决定心态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您可以决定关注眼前事物的哪一面。同样的一份工资，您可以觉得只拿到这么点，我真的不幸；也可以觉得竟然能拿到这么多，我真的很幸运。关于当前的经济状况，可以分别列出2种观念，有的正向观念，以及没有的负向观念。仅在脑中思考可能比较困难，建议把它们写下来，更清晰地看到对比。例如，不能装修房子，不能买新车，2个月才能去一次烤肉店，有养老金，有一辆2手车，花200日元就能使用市民游泳池。奇妙的是，当您写下这些时，不仅金钱和物品会浮现，您还会想到其他拥有的事物。附近有图书馆可以免费看书，附近有便宜又新鲜的超市，家人很健康。写完后，把没有和有分别念出来，观察身体的变化。当您说没有时，呼吸会变浅，目光下垂，背部弯曲，身体被畏缩的能量包裹，动弹不得。当您说有时，呼吸变得深长，手脚温暖，背脊伸直，好像随时能跑起来。也就是说，想着没有，人会停滞不前；想着有，人则能在想动时就行动。那么，你要选择哪一个自己呢？是那个因感叹缺钱而无法行动的自己，还是那个关注当下拥有、轻快行动的自己？关注已有的事物，就是培养一种我拥有金钱的感受，让自己先被满足。当您意识到生活其实很值得感恩，并先让自己充盈，思维和行动自然会变得积极起来。当您感到金钱的不安时，比如必须要再多存点钱，担心老了怎么办？要是生病了该怎么办？请记住，这些不安其实都是虚假的言语，因为他们描绘的事情尚未发生。感到金钱不安的人，常常把将来挂在嘴边。换句话说，此刻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困扰。人生中，没有人能完全不感到不安，每个人都会时而迷茫、烦恼、不安。但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会产生危机感，并一点一滴做好准备。也就是说，不安感可以被利用，它能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当您感到不安时，正是采取行动的时机。为了成为不再感到不安的自己，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。如果是不安中能靠行动解决的事情，就立刻去做，往前迈一步。如果是不安中无论怎么想都无法解决的事情，那就对自己说：啊，我想错了，删除这个念头，用语言把脑海中那些让心灵受伤的句子消除掉。经过几次练习，任何人都能学会删除这些不安的言语。请不要忘记，您可以选择是活在不安的能量里，还是活在爱的能量里。选择权
永远在您自己手中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支出就是爱。花钱本身就是一种亲切与爱的表达。当听到这句话时，有些人可能会立刻反驳：我已经拼尽全力去满足基本的衣食住用，哪还有余力去表达什么爱？然而，即便是最低限度，也就是必要的开销，同样是一种爱的表达。不妨尝试换一个角度，用表达的视角重新看待这些必要花费。比如，您去买晚餐的食材，正好特价买了一条鱼，如果只是抱着因为需要而买，您的表情可能毫无波动。但如果把它看作对自己和家人的爱的一种表达，那种感觉就完全不同了。太好了，这么新鲜的鱼，还这么便宜，加点酱油，配上刚煮好的米饭，一定很好吃。同样的食材，同样的价格，您的心情却能变得喜悦，满面笑容。所以请记住，花钱无论是否必要，都是爱的表达，是对他人或自己的关怀。把这句话刻在心里，花钱是一种爱，也是一种关怀。为自己花钱，无论金额大小，都是美好的行为。但如果被金额这个尺度束缚，就容易误以为花的越多，就代表越有爱。这种想法其实很可惜。正如收入多少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，支出的金额大小也不代表爱的深度。因此，可以从小额开始，逐步练习关怀自己。在图书馆悠闲读书，在公园散步，去运动中心或游泳池锻炼，买些美味的面包，和朋友喝茶聊天。不论金额大小，只要您觉得这是让自己开心的支出，就不要犹豫，去实践这种对自己的爱。用身体感受来决定花钱方式与生活规模。为什么会出现身体不适？那是因为当您没有活出自己时，身体会发出信号，提醒您回到本该走的道路上。因此，身体的不适并非坏事，它是一种纠正方向的机会，值得欣然接受。无论什么时候，身体总比头脑更快。在头脑意识到不行之前，身体已经先做出反应。身体会告诉您哪些地方不想去，哪些是不适合做。心里的谎言，身体也会比您更早察觉。尤其是关于金钱的问题，更要听身体的声音。首先，关注您的呼吸。当您说出想要的东西或期望的年收入时，如果这个数额符合您真正的幸福感，呼吸会自然轻松。例如，有人说想要年收入500万日元，呼吸很轻松；但说想要年收入1亿日元，喉咙立刻感到紧绷。又有人说想要一辆轻型车，呼吸轻松，还能微笑；一说到想开奔驰，瞬间胸口压迫，呼吸困难。所以，常说要量力而行的花钱，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，用呼吸轻松的方式去花钱。身体非常清楚，适合的居住地点、合适的房子、适合的车辆，这些是否在您承受范围内，是否属于您无压力的生活规模。当您想确认这笔支出是否适合自己时，不妨试试关注呼吸，听从身体的感受。最后是第三部分，循环的金钱与幸福。清空才能迎来新的流入。当您能够将自己拥有的金钱、时间或物品传递给他人时，您对金钱的不安会逐渐消散，内心会感到满足，身体也会保持健康。这就像呼吸一样，先吐出旧的空气，才能吸入新的空气。金钱亦是如此，正因为支出，才会为新的流入创造空间。如果您觉得最近钱进的不多，或者财运不太好，那么就需要勇敢的先放手。这里的放手，就是以带着爱的方式去花钱，无论是为自己，还是为他人，都可以。例如，向正在做美好活动的人捐款，为一顿用心制作、看起来很美味的餐点付款，即便只是小小的一笔支出也无妨。它可能成为引动金钱循环的引水，让财富重新流动起来。善于送礼的人，往往也是能够让金钱顺畅循环的人。因为如果不充分想象对方的心情、关系与处境，
就很难选出那种能让人由衷露出笑容、开心说谢谢的礼物。当送礼者在挑选时内心感到温暖，这份礼物通常也会成为收礼者喜爱的选择。相反，如果在挑选时心里没有温暖感，那可能说明这份礼物并不合适。举例来说，是请客吃一顿午餐好，还是送一个能带来感动的小物更好？如果拿不定主意，不妨换一天再出去逛逛，慢慢考虑。真正让人开心的礼物，会让身体感到轻盈，仿佛飘起来；而有些礼物会让人感到沉重。不会喝酒的人收到红酒，不是恋人的人收到贴身物品，在繁忙时期收到需要立即处理的生鲜礼品，这些沉重的礼物反而会让本应流动的循环停滞。当你想着要给受过照顾的人送礼时，通常会先想到老师、朋友、同事，但您是否忘记了最重要的人——家人，也是受过照顾的人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不妨先从给家人一份温柔的礼物开始，尤其是在不是生日、纪念日的时候，这正是表达温暖的好机会。如果在家人之间产生爱的循环，那将是最幸福的事情。因为当我们被温柔对待时，会想要回报温柔；当我们受到善意时，也会想要去善待别人。善意会流转，爱会流转，金钱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流转。说到底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而温柔的机制。放下必须的执念，记住不足只是幻想。一开始也许有些困难，但只要不断选择那些能让您呼吸深长、心情舒畅的方向，金钱与物品自然会以舒适的方式停留在您身边。让我们一起温柔地让金钱循环起来吧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